大家好，今天呢是我做博主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录爱用好物合集啊，都是我最近的心头好的亲情推荐，范圍包括了吃的、穿的、用的，还有狗狗用的，总有一款是你需要的，所以咱们废话不多说，准备好你的下酒菜，我們開始吧。那第一個呢就是我們的老朋友 Revive 的回春油啊，看這兩瓶有什麼區別？這個瘦一點，這個胖一點，是不是？那這一款呢是回春油的輕盈版本，大家看一下顏色和質地就能看出來區別啊。那這個常規版本呢，它的顏色比較黃一點，輕盈版本呢顏色比較淡，用起來也比較的輕薄，但是它的滋潤度和吸收度完全不輸常規版本的回春油。今天咱們的 Revive 的回春油不是我來推薦，是咱們家富貴來推薦，因為他那天用了一下我的回春油以後，他回不去了。我都用了10年了，他一次沒用過。男生嘛，皮糙肉厚，就是用我剩下的，用我不愛用的那些護膚品就行了。結果哥們兒那天用了一次，覺得自己帥呆了。充分說明你以前給我用的油，我覺得都不好，真的。我那天就是，其實我就無意中我用了一下呢，哎，我覺得這個東西好像感覺挺滋潤的，而且它沒有什麼就是比如這種怪異的味道啊，或者什麼，對，然後其實這個並不是關鍵，你知道我用完了以後，然後我正好不是出門嘛，然後正好路過咱們家那個門口那個鏡子，我就晃了一下，然後我覺得，哎，我怎麼覺得臉好像挺亮的呀？挺亮，哥們兒用完了那天。就在我眼前晃啊，說你覺得我皮膚最近是不是變好了？臉有沒有覺得特別的亮？你知道他那個亮，有點像那個韓國人不都做美容嘛？對，你看韓國人的那個，甭管男生女生，那個臉都是特別亮的。對，它是那種由內至外的那種透亮。對，我就能找到那種感覺。用了常規版本的回春油和輕盈版本的回春油，你覺得哪個好用？你喜歡用哪個？我覺得都挺好用的。那個好像油就能更糊在臉上的感覺，對，就是能把那個臉給它包裹住。但是那個瘦的呢，就是好像更清淡一些。我覺得可能夏天是不是用那個輕盈版本的好，或者冬天用那叫什麼常規版本的，哦，或者還可以什麼早上起來用輕盈版本的，然後出門就步伐輕盈，然後晚上用那個常規版本的，第二天早上皮膚就發光發亮。我覺得下次你可以給我囤一套。喲呵，還給您囤一套。你用你的，我用我的，咱倆別混着用。最好是我這瓶在他的幫助下加速用完了，我都覺得非常的捨不得。你現在還會點菜了，這就是什麼？這人啊，由儉入奢容易，由奢入儉難。現在都會點菜了，就早晚用不一樣的。那天我觀察他用我的這個回春油，為什麼這個用的那麼快？哥們兒用了3下，摁了3下，我那心如刀絞，我都不捨得用3下。我都是摁2下，我都第2下都得是摁半下。哥們兒，咵咵咵，是你臉挺大了，咵咵咵按3下。後來司阿姨說完了以後，我就摁1下了，但我覺得摁1下好像有點少。1下有點少，所以你就像我一樣摁1下半。你的臉比我大點，你就摁1下7.5。你跟我說那個摁半下怎麼掌握呀？就是不要摁到底。所以想要嘗試回春油的朋友呢，又怕就是這個常規版本太過厚重，或者是在本身氣候就比較濕潤的地方的朋友，可以先嘗試一下這個 light 版本。當然，這個輕盈版本的回春油呢，也可以和我之前推薦的翡翠面霜一起搭配使用。現在 Revive 呢，馬上就要有 Labor Day 的大促了，想要嘗試不管是輕盈版本還是常規版本還是翡翠面霜的朋友們，可以趁着有好的折扣試一下，說不定就像富貴一樣，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第二個呢，就是我最近掌握了一項新技術，就是焊接技術。沒有啦，開個玩笑，是我最近一直在用的這個 Amiro 的 LED 面罩。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用這個面罩的時候，真的就很像鋼鐵俠，馬上就要去執行任務，要開始焊接了。這個面罩呢，我其實已經用了3個多月了，今天呢才想要正式的跟大家推薦一下。那我呢，其實是平時是有定期去做醫美的，回厂重修一下，就比如說打一下肉毒啊，做一下電光類的或者是激光類的一些項目。但是因為我信任的
我喜歡的美容院在洛杉磯，我不能說就是經常的回去，所以2個項目之間的日常保養呢就变得非常重要。除了真正找到自己合適的一些護膚品以外呢，我现在就越来越覺得適當的上一些科技是非常有必要的。那 LED 紅光呢，它其實前幾年就爆火了，我一直是處於一個觀望狀態，因為其實這麼多年每年都會有一些智商稅的產品出來，然後圈一圈錢以後就销聲匿跡了。隨着這些年呢，对於這個照光的研究越來越多，很多世界知名的皮膚科醫生也對於這個照光的效果給予了肯定。它背後的原理呢，就是光生物調節。簡單來說呢，就是特定的一些波長的光進入到皮膚以後呢，被細胞裡的一些特定物質吸收，从而達到一個修復、緊緻、消炎以及刺激膠原再生的這麼一個效果。那 LED 燈它肯定不可能說像醫美一樣，就是你去做激光就有立竿見影的效果。它呢是屬於一個長期的比較溫和的持久性的一個保養。我之前其實是用過一些比較入门級的 LED 燈的產品，後來看到有一段時間特別流行那種大排燈，就是巨大一個板兒，然後呢上面全是這種燈，那種大家都反映用起来特別的刺眼，虽然你要戴一個眼鏡，但是呢你把它固定在那裡，然後你要坐在那裡去照它，我就覺得这個事兒是一個非常繁瑣的事情。後來我就跟我的美容顧問，我的閨蜜任偉啊，她是一個美妝博主，所以她對於這些新的科技啊，或者是一些新的護膚品，她是比較有研究的。她跟我說，其實這個燈你必須要離得夠近它才管用，所以這種貼臉式的面罩我就覺得非常非常的好。於是我就請 ChatGPT 老師幫我把市面上這些所有的 LED 面罩整個給我做了一個對比，從性價比、價格、性能以及波長光的原理，還有它的佩戴感受，給我做了一個整體的對比。我最終選擇了這個 Amiro 的這一款，它非常的輕啊，而且呢價格是處於一個中位，不會說貴的離譜，而且它裡面有173顆燈。你看它其實根據臉的不同的部位分布的燈是不一樣的，它是可以完全的整個覆蓋到你的臉。這個面罩我3個月用下來，我覺得最大的感受就是它沒有給我的生活造成任何負擔，因為我是一個極簡護膚的人，我非常怕麻煩。那它這邊呢是可以 see through 的，所以我躺在床上，我該回信息回信息，回郵件回郵件，完全不需要說我單獨拿出一段時間來去專門做這個照燈，我什麼其他事情什麼都不能幹。那這個面罩呢，它有3個模式，也就是3個不同的顏色，分別對照了 Glow、Firm 還有 Purify。它呢也非常的好操作，它每一個的模式裡邊它就是設定了就是5分鐘，然後5分鐘過後它就停了。然后我一般情況下就是這3個模式都走一遍，就是15分鐘。做完面罩呢，我就再抹上我的回春油，今天的護膚就完成了。特別注意一下呢，就是有一些護膚品呢，它是光敏性的，所以呢，就最好是在這個面罩後面用。而且我覺得它特別好的一點呢，就是它這個眼睛的保護這一塊做的特別的密封，因為我很害怕就是刺到眼，我的眼睛是一點都感受不到光的，所以我該幹嘛幹嘛，完全不耽誤我的生活。啊，天哪，我看起來好酷啊！哇，我以後這樣錄影吧，我覺得也蠻酷的耶。我那天發現了一個它的隱藏用法，就是比如說夏天的時候，我的頭皮有的時候會容易出痘痘，我就可以用 Purify 的模式給它戴在頭上。有沒有？就是一個面罩多用。其實人在衰老的時候，最先衰老的是眼周，因為眼睛周圍的皮膚比較薄，這就是為什麼同樣曬太陽，就眼周特別容易長斑。而且我們在去做醫美的時候，就針對眼睛的同樣一個，比如說熱瑪吉，針對眼睛的能量和針對臉的能量是不一樣的。那光療面罩呢，它的能量就是比較大，而且為了保護眼睛，它會有一個遮光的結構，所以其實眼周它是照不到的。那我呢就額外的買了一個 Amiro 的眼罩，它的光强和它的波長都是專門針對眼周比較薄的皮膚來設計的，佩戴非常的方便，後邊粘一下就可以了。它內部設定也是5分鐘，所以我早上起来刷牙的時候也可以用，我切菜的時候也可以用，我洗菜的时候也可以用。其實抗老保養和健身是一樣的，不可能說你今天擼鐵3個小時，你第2天你就成大力水手了。它是一個長期的投資和積累，所以說其實一個好的抗老產品必須要滿足3點：一，科學上講得通；2，使用起來沒有負擔；3，可以堅持使用。Amiro 的這2個 LED 面罩，如果想要嘗試用紅光照光來保養的朋友，推薦給大家。
接下來呢，给大家推荐一些入嘴的东西。第一个呢就是褪黑素，它是软糖，你看我都已经快吃完了，马上就要再补货了。这个品牌呢，它在 Costco 也有卖的，但是 Costco 的那一款好像没有这个强效。我这个是在亚马逊买的，是 Maximum， 它褪黑素的含量呢是2个gummy 2个软糖里面有10毫克。总迷路小姐前段时间不是来我家吗？她买的是 Costco 的那一款，就是常规款的，就是低剂量款的，好像是3毫克。她跟我说没有用，然后她就吃了我的这个，她就觉得这个非常的管用。我也觉得它非常的好用。那这些年我其實吃過不少品牌的褪黑素，有的褪黑素你第2天起不來，就是頭特別沉，要不然第2天頭疼。這個就是第2天完全沒有任何的感覺，但是它呢，我使用上的一個經驗就是它只給你10分鐘時間睡覺。你吃下去以後，可能20分鐘你就會覺得很困，那時候你就必須馬上放下手機，閉上眼睡覺。反正對我來說是這樣，超過它給我的那個10分鐘的窗口期，你就後半夜就還是瞪着眼。所以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嘗試褪黑素，可以買這個 Olly 這個品牌在亞馬遜上的這個 Maximum 的劑量的褪黑素，可以試一下。第二個跟大家推薦的呢是 Dandy Blend， 是蒲公英茶粉，因為它就是塑料包裝嘛，所以我拿回來我就把它放到了我的這個咖啡桶裡。它裡面呢是粉末狀的，就有點像速溶咖啡。我為什麼會買這個東西呢？其實我非常喜歡咖啡的味道嘛，但是由於我的睡眠不是很好，所以我過了12點，中午12點，我如果再想要喝咖啡的話，就晚上肯定是睡不着覺的。所以呢，就有的時候下午呢，想要喝點，比如說拿鐵或者是咖啡口味的東西的時候，我就嘗試了市面上其實很多的咖啡替代品，它有一股咖啡的味道，但它裡面又沒有咖啡因。它的味道比咖啡更好喝的一點呢是，它有一股好像類似焦糖的味道，但它裡面是沒有糖的，就是單純的就是蒲公英粉茶，它裡面好像還有大麥，還有黑麥之類的東西。我第一次發現這個 Dandy Blend 的時候是2019年，我就是在亞馬遜買的，然後就一直不停的買，不停的回購，就是說明我有多麼的喜歡它。它就像速溶咖啡一樣，你放在牛奶裡攪拌一下，它就化開了。可以從小包裝的開始嘗試，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好喝，推薦給大家。第三個呢，就是我前段時間不是跟大家說肌酸嘛，一說到肌肉的肌，大家就會覺得這個和蛋白粉啊，和什麼類固醇啊一樣，都是就是練肌肉的人喝的東西，但是其實並不是。你看上面寫的是 muscle support， 還有 brain health， 它是對你的大腦也是非常好，它是有助於清除你的腦霧。目前市面上研究最多的一款補劑，也是美國 FDA 認證的，就是完全沒有副作用的一個補劑啊，而且它非常的便宜。其實簡單來說，它就是一個你能量的一個充電寶，不管你是體力勞動還是腦力勞動，你都會消耗這個充電寶裡的這個能量嘛。但是我們人體本身的肌酸量並不是很大，就很快就會用完，所以就需要來額外補充，給這個充電寶來充電。感興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更專業的專家來講這個我們人體為什麼要去吃這個肌酸的一些原理，還有一些研究。那我呢，今天主要是想要給大家推薦這個品牌啊。其實我已經嘗試過不同的品牌了。那人偉之前給我推薦了一個，就是目前好萊塢很夯的一個品牌。那個品牌我就不給大家介紹了，因為它非常的貴。其實肌酸這個東西它並不貴，我買那個就一小盒，可能就是這麼大的一盒吧，比這個還小。你看這個對比要47美元。但是這個我在 Costco 發現的，他那天打折的時候才14還是10幾，巨便宜無比。之前那個貴一點的品牌，我之所以能堅持下來喝，是因為它無色無味兒。然後我就在想說，這個便宜的 Costco 的這一個品牌，它是不是會有一些甜味兒啊，或者是一些人工的味道在裡面？我就很怕那種味道。但是這個也是無色無味的，喝起來是完全感覺不到的。我給大家沖一下吧。拿出我的冷泡茶的杯子，是咱們台灣的朋友送給我的。你看它的肌酸裡面就是白的粉粉，就是白的粉粉，非常細的粉末。就這麼一勺嘛，把它倒進去哦，晃一晃。你現在看它是有點發白嘛，過一會兒它就沒有顏色了。我們不是總是說，哎呀，你多吃點牛肉，你有勁兒，是不是？這就是因為牛肉啊、羊肉啊、魚啊裡面是含有肌酸的，你是可以補充到肌酸的。所以什麼樣的人最應該補充肌酸？吃素的人。
因為吃素的人的食物來源裡面是沒有可以補充肌酸的這個食物的。你看，馬上就沒有顏色了。啥味兒都沒有，就跟喝水是一樣的。肌酸怎麼選？就要選伊水肌酸就可以。對肌酸保持懷疑態度的朋友們呢，也可以去搜索一下，因為現在有非常多的報道，還有研究以及博主都把它的原理對人體的重要性講得非常清楚了。這個東西不是必須補充的，但是呢，就是來學習一下，了解一下關於養生啊、健康的一些知識也是蠻好的。下一款就是蛋白粉，這是5磅的一桶啊。我呢其實健身習慣已經有10幾年了，我從上學的時候我就有健身習慣，虽然說沒有什麼健身痕跡吧，但是呢，我從來沒有喝過蛋白粉，因為曾經喝過一次呢，我就覺得我天哪，怎麼這麼難喝呀，又甜，然後它可能是那種代糖吧，我就喝着就不是很舒服，然后味道什麼香精的那些味道我也不喜歡。要不然就是没有味兒的，就像在喝強啤水，一言難盡。但是這一款，我每次健完身用這個豆漿，我在H Mart 發現了一款很好喝的豆漿，是 organic 的豆漿，用它來沖這個蛋白粉，就必須要用那個搖摇杯啊，能把它搖開。它是給這個豆漿增加了一份奶香味兒。但是它呢，我有嘗試過用白水來冲，白水来冲呢，它就有一點那種生雞蛋的味道，我覺得不是特別好喝。用牛奶来冲，用豆奶来冲，豆漿來冲，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它里邊是沒有糖的。我為什麼開始吃蛋白粉了呢？我最近不是有在認真的健身，然後有在認真的學習如何增肌，以及吃什麼東西對身體好。我發現我的蛋白質的攝入其實是不夠的。其實咱們亞洲人的蛋白質普遍攝入是不夠的，像以我的體重，我一天要吃18個雞蛋，才能滿足我這個健身還有我的這個蛋白質的攝取。我可吃不了18個雞蛋，就算吃肉啊、吃魚啊，我也都是吃一小塊，我不可能說吃很大一塊。所以我就發現，其實我是需要補充蛋白質的。因為我現在減肥，胃又縮小的情況下，蛋白粉就是一個非常好的蛋白質的來源，卡路里也不是很高，味道又還不錯，所以就不管是健身的朋友，還是想要就通過蛋白粉來給自己補充蛋白質的朋友，這一款推薦給大家。然後好像還有那個乳糖不耐受的一個版本也可以去選擇，反正這個品牌我是推薦給大家，我也是在亞馬遜上買的。那接下來呢，就給大家推薦一下我最近買的我非常喜歡的幾件衣服。那第一個呢，就是我現在身上穿的這個小吊帶，這是人為給我種草的。我那天看他的視頻，他就穿了這麼一個小衣服，我覺得特別的可愛，而且它的顏色特別的好看。我說你在哪兒買的？然後他說我就在 Loft 買的，這個才18塊錢，正好在打折，它一件就包郵。我好像買這個是19塊幾，特別的便宜。然後呢，我覺得特別特別可愛。我觉得它最好的一點是什麼？跟大家說一下，我不用穿內衣，因為它這兒的這些褶皺啊，它的設計啊，就不需要穿內衣。我是一個非常不愛穿內衣的人，要不是為了拍視頻，我平時其實都不穿內衣，我平時出門也不穿內衣，因為在美國其實好像没有就是对于這個其實很多女生都是不穿內衣出門的。這個肩帶是可以卸下來的啊，現在應該還會再有折扣。這個 Loft 現在折扣特別的大，又便宜又好看。但是我說句實話，我挑了半天就挑出來這一個，其他的我就覺得不是很好看。就這一件我被人為種草了以後，我覺得還蠻好看的。19塊錢買不了上當，買不了吃虧呀，可愛啊。那說到了我不愛穿內衣這件事兒，我今年夏天呢就買了很多自帶胸墊的衣服。既避免了激凸的尷尬，又省了我這個不愛穿內衣的這個麻煩。這幾件衣服其實我前段時間的視頻裡都已經穿過了，我覺得都很好看。OGL 這個品牌叫 OGL Move， 好像是，我是第一次買他們家衣服，我覺得還挺好，因為它專門就是有一個系列，就是自帶胸墊的这個系列的衣服，我覺得特別好。他們家這衣服的胸墊呢是可拆卸的，你也可以自己去根據自己的需要去換一些比較厚的呀、薄的胸墊。但是來的時候呢，它這個胸墊是皺皺的。它有一個 instruction， 就是把這個
本身包装裡面皱皱的這個胸墊，給它怎麼烘干去洗一下，它就蓬起来了。而且这個衣服還有點收腰的感覺，我覺得穿起來就非常的好看，就很顯身材。這個也是他們家的一個帶胸墊的一個，這算什麼呀 ？T 恤啊還是啥？我也非常喜歡，黃色穿在身上也非常的亮啊，還挺提氣色的。這一個也是他們家的，是一個斜肩的衣服，我前段時间也經常穿，我也非常喜歡。他們家的衣服你看都是這種有點不規則的設計，就底下這個下擺啊都不是平的，都是斜的，所以呢就是穿上其實很有設計感。這個紅色我也特別喜歡，它呢是一個平領子的，但是呢它後邊是一個大露背，也是带胸墊的，這樣带胸墊的。我前幾天去 Backstreet Boys 那個演唱會穿的那個抹胸，那藍色的抹胸也是他們家的，所以想要嘗試自帶胸墊的衣服的朋友可以看看他們家，我覺得他們家還挺時尚的，而且它顏色我覺得都很正，這幾件顏色衣服的顏色都非常的正，就很提氣色。接下來呢，就是我最近入手的一堆蕉下的衣服。我在2年前吧，給大家分享過蕉下的防曬衣。現在就是出門，比如說露營啊，或者是像我在湖景釣魚啊，還有出去玩，其實防曬都靠蕉下的防曬衣。那最近呢，我入手了他們家不一樣的東西。首先这个衣服看起來是個襯衫，有沒有？是一個襯衣，但是它也是一個防曬衣，而且它是速乾的，而且它有一套，就是裡面有一個背心兒搭配的一套背心兒和底下一個褲裙，它都是速乾的，所以是可以當成泳衣來用的。它的設計其實是已經超越了防曬衣了，因為普通的常規的防曬衣有很多設計其實是並不好看的，但是現在蕉下呢，它的設計就是已經超越了防曬衣，又超越了泳衣，把防曬、戶外、泳衣、時尚都結合在了一起。這個蕉下的防曬衣是我之前分享過的嘛，它在我的視頻裡的出鏡率非常之高，不管是幹農活啊，還是出海啊，我都穿它。它其實也是同系列的，就是速乾系列的，所以我當時買它的時候呢，它裡面是有一個這個有點像運動內衣，它也是速乾的。然後底下呢是配了一個裙褲，也是速乾的一個裙褲，所以我在買這個襯衣版本的防曬衣的時候呢，我就沒有再搭配裡邊它本身帶的一個小背心兒和那個裙褲，我覺得這兩個搭起來也蠻好看的。這樣搭起來呢就比較休閒一點，然後原本的這一個呢搭起來就比較運動一點，我覺得都非常的好看。馬上就要秋天了嘛，它還有一些加絨的保暖衣，它的面料非常的柔軟。然後我選的這一款呢是 L 碼，因為我是想要把它當成一個薄外套來穿，因為在 Vegas 的話，其實冬天的時候不需要就是把它當做一個打底，它也可以作為一個外套。你如果買的稍微緊身一點，它是可以做一個打底的。然後呢，如果像我買的比較寬鬆的話，是可以當一個小衫兒、罩衫來穿。他們家的闊腿褲我也特別喜歡。上次呢，我其實已經買了2條，然後我留給我媽媽了。我媽媽穿的特別舒服，我媽穿 L 碼，我穿 M 碼，這個是 M 碼，我穿的剛剛好。他們家的所有的面料都非常的親膚和透氣，就它這個摸起來是那種很 buttery 的感覺。這件衣服我真的是超級無敵喜歡，它是一個假2件，穿上呢非常的時尚。你敢相信這是一個做防曬服品牌出的衣服嗎？它的這個面料真的是非常的柔軟，就是它不會是那種起球，就穿幾次就磨出球的那種感覺。之前我不是給大家分享我在蕉下買了很多防曬帽嘛，大家這個肯定也都記得，我去加拿大露營的時候，我都是一直戴着，因為它的帽檐非常的寬。但是今年它出的新款，我覺得更厲害，因為它是可以捲起來的，就是可以把它放到包包裡的。你不管怎麼捲，它都不會變形，你戴上以後還是非常的好看。有沒有？它這檐兒非常的大。
然後呢，你側面也是可以兼顾到防曬的。這次我又入了一款他們家更加輕薄的一個防曬帽，这個帽子也是可以隨便折的，甚至可以折得更小。然後呢，它這個邊兒啊是一個很薄的、很細的鐵絲，你戴上以後呢，你是可以去窝它，就可以去，比如說你想要把它弄得窄一點啊，或者弄得寬一點啊。這款是有頂的，但是它整個帽子呢是非常的輕盈，它的頂也是特別的薄。給我累夠嗆，讓我歇會兒喝口水。接下來常備藥啊，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我跟大家說，我之前有段時間就非常喜歡用那個一条根嘛，然後就貼的时间過久了以後呢，就導致我後邊的這個紋身過敏了，然後呢就不停的在脫皮。我記得我在高雄的時候就跟大家說，直播的時候我就跟大家說，我說我的那個紋身過敏了嘛。然後回來這半年以後，我就實在是受不了了，因為它越來越嚴重，也沒好。我用家裡的那些藥膏都沒有用。ChatGPT 跟我說呢，可能是神經性皮炎，也可能是就是這個紋身裡邊的顏料過敏了。我說我這是紋身都紋了10幾年了，它怎麼突然間又過敏了？他說有這個可能性，他就給我推薦了這一款藥膏。這款藥膏我只用了3次就好了。它有大的有小的，我買了個大的，因為我觉得這個很嚴重。結果呢，還有這麼多，我就好了。然後這個藥膏呢，它是止癢的藥膏，就比如說你有皮炎呀，或者是有蚊蟲叮咬啊，它都非常的管用。我的這個紋身過敏，它其實是沒有任何感覺的，就是也不癢，也不疼，也不流膿，也不怎麼，就是脫皮，厚厚的死皮，就是很煩人，也很惡心，你知道嗎？所以用了这個好了，推薦給大家。我是在 CVS 買的，這個叫什麼 Cortisone， 好用，真的好用。這個朋友們，你買過最貴的浴液是啥？我買的最貴的浴液是這個，給我們家脆皮小狗壯壯的，就這麼一小罐，50美元。這個為啥呢？因為它呢，這個脆皮小狗，咱家壯壯經常就是皮膚過敏，他的這一輩子都是在這個和這個皮膚過敏在鬥爭哈，所以就是我給他用過很多的，不管是打針啊還是吃藥啊，就是他時不時就會犯，就要去帶他去醫院。然後這次呢，這個醫生就給我推薦了這個是shampoo，就是他洗狗狗用的。這個在寵物醫院買就是50塊錢，但是在初一上買就比較便宜。而且我發現了什麼呢？它還有同款的 wipe， 同個成分的一個就是像濕巾一樣的東西，它也不需要處方，然後就直接買就可以了。這個是好處是，比如說壯壯有的時候臉上有一些這個過敏，我就可以用這個來去給它擦，因為你在洗澡的時候，有的時候要避免它的眼睛啊，在眼周圍的話，我又怕殺到它的眼睛，所以我就看這個 wipe 這個濕巾，這個呢是一個噴的，也是同款，這3個都是同款，同一個成分，同一個作用。然後咱們家藍精靈呢，前幾天得了中耳炎，就是它的耳朵呢往外流膿，約醫生的時候呢，就是要約很久，我就很着急，所以我在 Amazon 上給他買了這一款滴耳液，這是狗狗專門用的滴耳液，同個品牌的 Plus， 但我覺得針對中耳炎的話，狗狗中耳炎的話，這一款非常的好用，連着用了1個禮拜吧，一天用2次它就好了，就是完全也不需要去找醫生。那下一個呢是這個，就是动物用的滴眼液，它呢本身是治白内障的。壯壯在很久以前呢眼睛發過一次炎，然後治好了以後呢，他這眼睛就是总是有一层淡淡的白膜，然後当时那個醫生就說這個就是會永遠跟隨他。然後我就在網上搜到了這個是在亞馬遜買的，專門治白內障的，我就給壯壯連續滴了得有20天，然後他那個白膜就沒有了。所以這個東西也推薦給大家，如果就是家裡的毛孩子眼睛有白膜或者是白內障的話，這個也不需要處方， Amazon 就可以買。那這2款藥呢，其實是給人吃的，一個是治胃反酸的，一個是治拉稀的。但是這2款药是我常備給我們家狗狗的，這2個都是醫生告訴我是可以給狗狗吃的。但是呢，就是如果說你的狗狗，同時在吃其他的藥的話，還是要去諮詢一下醫生。這是在 Costco 買的，這個是在药房 CVS 買的。哎呦我的媽呀！今天
我看看我这大桌子上还有啥吗？应该就差不多就这些东西了。这就是我最近的爱用好物，这就是罐罐第一次爱用好物大集合分享，希望可以给大家介紹一些比較有用的用得上的產品。好吧，那今天視頻就到這裡吧，拜拜，愛你們。